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《阿拉伯魔法》。这款游戏一共4个角色可以选择，分别是拉斯希德王子、丽莎公主、辛巴达，还有阿夫沙尔。因为我的摇杆又失灵了，所以说就只能选择了默认的丽莎公主。丽莎公主的攻击距离不错，并且她有一个特殊技，使用她的魔法围巾进行一个2段的旋风攻击，打很多 BOSS 的时候比较好用。她的弱点也非常明显，就是攻击力比较低。游戏的操作键一共是3个，分别是攻击键、跳跃键，另外还有一个释放神灯键。咱们击败 BOSS 的时候，可以把 BOSS 吸到神灯里边，并且在后续的关卡流程当中，当做魔法来释放出来。神灯的魔法还是非常强力的，但是它的时间不长。这里是第一个 BOSS， 给大家演示一下围巾的威力。这款游戏的背景是根据《天方夜谭》改编，4位主人公冒险的目的是为了集齐7色宝石，解除沙哈里亚德王国国王的诅咒。国王被变成了一只猴子。我捡到了红色的魔法宝石，它可以释放出月牙波的攻击，攻击具有穿透的效果。黄色的可以释放出闪电的攻击。2种攻击的威力都很高，但是只能持续几次攻击而已。红色的攻击距离更远，但我感觉黄色的护身效果更好。第2关的 BOSS， 大家看这个造型就知道了，阿修罗。阿修罗是可以收进神灯的，他虽然武器很多，攻击方式比较唬人，但是他最具有威胁的攻击方式是他的跳跃。跳起来的时候具有攻击判定，不要被他碰到。跳跃落地之后，咱们就可以对他发动魔法围巾的攻击。他普通的平 A 咱们通过 Y 轴就可以进行躲避了，但是他的跳跃攻击是可以跨越 Y 轴的。击败了阿修罗之后，阿修罗表示自己不想做错事，这样公主丽莎就把阿修罗收进了神灯。又收集到了1枚魔法宝石，这只猴子就是国王啊。第3关是驾驶着飞毯，一个空中的关卡，卷轴是强制的。关卡本身的流程难度并不高，难的是后面的 BOSS。一会儿他就会登场，已经来了。一只大鹏鸟，打 BOSS 分2段，先要打他2个爪子，然后才能打本体。爪子的攻击范围非常的大。我还是放一个魔法吧。神灯出现之后，咱们是可以短时间控制他的攻击的。释放的过程当中，主人公无敌。2阶段其实就比较好打了，
咱们要注意它召唤出来的小鹏鸟，再加上它的羽毛，无论是羽毛还是小鸟都是可以打碎的。大鹏鸟本体发动攻击的时候，会先向后退，再向前冲撞。可能很多小伙伴看到这个 BOSS 之后就想起来了，小的时候止步于此。使用丽莎来打大鹏鸟的难度不算很高，咱们的攻击范围很优秀，可以有效的清除羽毛还有小鹏鸟。这款游戏是支持多人联机的，但是好像很少有小伙伴当年玩这款游戏的时候见过4人版本的机台，因为游戏本身不是那么的热门，不像《三国战记》还有《西游释厄传》这种热门的机台。4人联机的话，能够放出大精灵，单人就没法演示了。这个 BOSS 的位置我是存了一个黄色的魔法球，否则的话这2个 BOSS 是比较讨厌的，他们2个是来回的冲撞，每起身一次会冲撞2下，每次的冲撞线路还不一样。地面有一只沙虫，可以利用一下。敌方的这种杂兵实力已经不容忽视了，他们出刀的速度其实非常快。使用丽莎的话有一个小技巧，就是使用平 A， 先确认敌方的状态，因为你平 A 击中敌人之后，敌人一般都会陷入一个小型的硬直。这个时候你再走上去抓人就比较方便了。这里跟大家特别说明一下，平 A 键我是开了连发的，不然的话手太酸了呀。另外，咱们如果按住攻击键不松手的话，人物会进入一个防御的状态。清小兵的时候，这一招作用不是很大，但是在打 BOSS 的时候，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。另外，丽莎的魔法围巾除了可以在地面放，在空中也可以放。地面的魔法围巾释放方法是前，在空中释放需要前之后马上按跳。这招在打本关 BOSS 的时候非常有用，因为这个 BOSS 经常浮在空中。利用投掷敌人的无敌时间来保护自己。这个操作在很多的轻版动作游戏里边都可以见到。如果咱们使用魔法围巾击中 BOSS 会被打出很远，不利于进行追打。但如果使用的是投掷其他敌人的方式砸中了 BOSS， 那 BOSS 后退的距离就有限，方便咱们进行追打。这个 BOSS 也收进了神灯，后面可以释放来使用。这里发生了剧情，王子一行人吃了一个小贩的苹果，结果尺寸就变小了。
对面出现了女性的敌人，这个我喜欢。我需要多使用抓取，投掷起来手感很好。把木箱向前扔，尤其是这个回血的道具。他起身之后撞2下，然后咱们再进行攻击。这里的难度比上次遇到他要低一点，因为上次是2只。这里出现了剧情的提示。王子和他的追随者们被吸进了魔法瓶。本关大部分的流程都是在魔法瓶里边进行的。红色的魔法球太好用了呀！我应该开一个金手指，让我全程都有这种攻击方式。我觉得金手指的作用就在于此，它能够实现你小的时候想过，但是受制于各种条件的限制，没能够实现的玩法，又被吸进了另外一个瓶子。我想说的是禁止套娃呀，本来人物变得就已经很小了。这关的场地非常的滑，并且出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地形，就是深坑。把敌方推进去的话，敌方直接就挂了，但是也要小心自己不要掉下去。刚才这几个家伙有一大半不是我推进去的，是他们自己走下去的。又一个瓶子，这次进入到了海底的世界。场景里边游动的鱼不只是背景，也是能够打的。出现了新类型的敌人，骷髅兵还有骷髅战士。骷髅兵最讨厌的地方是他们可以分头行动。下来的骷髅头可以单独的对咱们进行攻击，所以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投掷，一砸一片。这里要打本关的 BOSS 了 ，BOSS 会召唤出主人公一行的幻象，一共是4个。这4个家伙也是可以抓人的，但是他们最讨厌的攻击方式是释放魔法壶。幻象释放的魔法壶需要在限时之内捡起来，不然的话会对咱们造成巨额的伤害。战斗胜利之后 ，BOSS 答应帮主人公一行人恢复成原来的尺寸。那好，本期时间差不多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半期再见。